大家好，雨刚停没多久，应该是不会再下了。要趁这个空档来帮小黑做个定期检查、健康检查。最近小黑很乖，除了上一次大概上个礼拜吧，帮小黑的大灯做抛光以后，就没有再拍过他的片子了。因为就像刚刚讲的，他最近状况很好，都没出什么状况，然后就是变汽车出问题。那几天的基本检查就是检查一下火星塞，看一下燃烧状况跟它积碳的状况。那在拆火星塞，这个应该不用再介绍了，应该很简单，应该大家都会。就火星塞帽把它拆掉。哦，对了，我有把一个东西换掉，因为我发现好像那个在高速的时候点火会怪怪的。今天就来拆火星塞吧。然后下雨了，以目前这样看起来，好像有点，因为我本来是调2圈出头多一点，但是我后来又调成2圈半。你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2圈出头多一点的时候，它应该是这个颜色。然后把它调成2圈半以后，就变成有点偏稀薄了。因为我是把油漆混合调低嘛，所以它不可能是调低以后才变成这个颜色，它应该就是我调低之前，因为突然下雨，我去拿下雨伞。然后我现在是这样子，把雨伞架在摩托车上，然后就躲在雨伞下面拍，可能会有点杂音，就大概见谅一下。应该这样子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本来是2圈出头一点点，它应该是烧成这个颜色。然后因为凭感觉下去调，真的会有点差异在啊，所以我当时就凭感觉，我又把它调稀薄了一点点，所以可能就变成后面这个白色这个样子。那目前这样看起来，应该就是2圈半多一点点会比较适合，所以我常一直讲说混合比较调整，可能你骑起来会好骑，但是以燃烧状况来讲，可能并无法尽如人意。那所以咯，还是建议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要记得拆下来看一看。轻轻刷一下，它那个白色的粉末就都掉光了，有没有？就有点类似砖红色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砖色，就是混合比燃烧状况很好的一个现象。
再来就是拿出自己的自制工具，把夹缝里面的积碳刮一下。其实因为燃烧不可能并不存在完全燃烧这个东西啦，所以变成说你或多或少一定会有杂质在。那这些杂质可能就是会变成积碳啊，或者一些东西就卡在火星塞、活塞、气缸顶上。有没有？我手上这些就是刚刚刮出来的，这个都定期要做的啊，只是看你的用车的状况，你自己去衡量清洁的时间。因为基本上我每天都会骑车，月初到月底我每天都会骑，所以我大概如果车子没状况的话，我可能1个月清一次，顺便做检查。那如果车子觉得怪怪的话，当然就是一定要先做检查。然后再加上我现在用的是传统的火星塞，它就是所谓的同心的火星塞，所以我就直接拿钢刷刷，这个不会有，你只要不要刷得太大力、太过头，基本上是都不会出现状况。然后再量一下点火间隙，因为我在火星塞清洁的好几片里面，我都讲到一般的这个锯板，它的厚度就是0.4 mm。那以摩托车的点火间隙来讲的话，一般都是在0.7左右。摩托车多半都是在0.7左右，可能大型中机会不一样。那可能就是你们要看你的车型，然后它原厂所规范的点火间隙大小就要去做调整。那像进站这种一般速克达型的小速克达，多半都在0.7左右，0.7上下啦。所以我多半都是抓一个锯板，然后可以上下移动，大概就在0.7左右。因为可能这样拍不出来啊。我现在这样子去看的话，一只手很难操作。像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应该大概就是在0.7左右，就接近2个锯板的厚度，可能稍微拿捏。当然，你如果有那个火星塞的量规下去量，但是最准。但是我也曾经碰过不准的量规，好高兴买个圆形的，好漂亮，当钥匙圈。结果量，每次量就觉得，为什么量完车子骑起来都好奇怪？就拿游标卡尺量，结果它譬如说我要量0.7，结果它显示是0.7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拿游标卡尺下去量的话，它已经变成是0.8甚至0.9，过宽了。那以点火间隙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最简单的说法就是，你如果点火间隙宽，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的点火能够达到那个点火是正常的，火星塞也是正常的。一颗火星塞它有它容许范围内的宽跟窄，就是它有个值在。那如果你太宽的话，它可能点得到，但是它的跳出来的火花那个电量会变得比较低，而且会有可能会造成可能10次点火，它的那个不点火的几率会提高。那如果点火间隙太密的话，它虽然每次都能点火，但是它出来的火花会变小，就它因为点火间隙变窄嘛，
它的点火范围就会变很小，然后虽然火花强，然后它的点火效率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是会造成这边温度会太高，会造成这个电机头的不正常磨损。我不知道在哪一片，我有拿汽车的活性砂，它就是有偏角，它就是这个头，它的这个负极头，它的这个负极头全部都被点斜掉，它那个就是点火间隙太小，然后造成，而且它可能有去敲到啦，所以变成它那个直接把那个头都融掉，类似这种感觉啦。所以点火间隙，正确的点火间隙，说实在话，对车子的表现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。所以这个可能也不要偷懒，就稍微量一下。然后点火间隙的调整，最简单的方式，也不用什么特殊工具，我前几片我都有介绍过，基本上好像讲到点火间隙，只要火星砂我都会讲这个东西。然后里面刮一刮以后，稍微看一看，清一清。最重要的是观察，拔下不要急着马上清，先观察一下你火星砂外观的颜色，它的积碳的状态。如果太粉，可能你的油脂会有点问题。那这个就是我清完的状况。还看得出来里面这个白色的陶瓷都有点变成类似砖色、砖红色，那这样就表示我等一下还是要把混合比再调大一点。好，我先把火星砂装回去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在前几篇我有提到，我的车前阵子又发生那个碳块脱落卡在气门上。我尽量找。装好了，我不知道我刚刚那样拍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，就是我这边看是很明显，就是譬如说活塞顶，正常来讲活塞顶应该是整个，你要么就是整片都积碳，要么就是整个很干净。然后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因为积碳在脱落，你就会觉得好像看到活塞顶上会有那种龟裂纹，甚至你就可以看到凹凸不平的那个表面。那个都是积碳在脱落的现象。我最近一次积碳脱落卡气门，我回来检查，我就是那一次把我的那个口路，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点火的那个烤耳，类似烤耳那种东西，把它换掉，换回我之前的。那我也是那次检查，我就发现我的活塞顶半圆形的嘛，它就突然缺了一块。然后我刚刚看是那块变越来越大，然后就是有多处脱落的痕迹。那在积碳脱落就是失去钢压检查的那一片里面，我有提到，如果你突然起熄火，你车本来都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可能有些状况下，可能积碳太严重，然后你有做过些微的保养调整以后，突然发生熄火，如果你还有抬发感的话，你可以试着去踩。如果你发现很软，就踩下去，它没什么压力，也没什么反弹力的话，那很多都是因为可能积碳可能刚好掉下来，可能体积比较大，它掉下来就刚好卡在它气门会一直动嘛，它可能就卡在这边，因为卡住的时候回去就稍微粘住，
变成说你气门关闭不起来，你的压缩比就都跑掉，所以没有压缩，你也发不起来。我目前这种状况我碰过4次，那都是很幸运的，都只是积碳脱落造成无缸压，就是气缸压力异常。那我的方法因为我还有采发杆，所以我都是一面电发一面采发，就是加速尽量加快活塞的运作，让它产生的气压把那个碳块吹掉。我在上好久的那一篇我有提到，如果你是在家里或手边拿得到这些工具的话，你可以试着把火星，如果这种状况你用采发或电发都没办法解决的话，你可以试着把火星塞拔下来，然后朝里面灌一点机油，然后赶快把火星塞锁起来。你就是赶快把它还原，火星塞装回去，点火帽装回去，然后赶快发动。因为你加汽油进去，它会增加活塞环的密闭性，然后可能碳块那边如果有碰到也会比较滑润，它就会掉，就是增加它的那个压缩比。我第一次掉下来的时候也很严重，那次我怎么采发都发不起来，所以我最后是用这个办法。可能那一片我再找找看，我会放个连结在荧幕的右上角，可能吧，我尽量找找看。那所以说老车啦，其实如果你车子从一开始就是你自己在骑，保养都正常的话，应该这些状况都不会产生。但是毕竟换油汽车它的燃烧比并不是一直的都那么完美，所以或多或少都会有稀薄或过浓的状态发生。其实甚至像现在的那个喷射车也是一样，点火间隙不可能一直很完美，但是喷射系统的车还是比换油汽车方便，因为它会自己调整。积碳这个东西是没办法避免。其实我好多片子都有讲到积碳，不管汽车、机车，我都讲到积碳这个问题。其实积碳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啦，所以车子的保养大家多注意一点哦。毕竟现在景气越来越差，可能能省就省哦。那很麻烦，我现在调混合比，你们也看不太到。好啦，要不然就这样子啦。今天这个很简单的火星塞清洁检查，跟点火间隙的影响，还有观察火星塞的颜色，去判断你的混合比是偏浓还是偏稀的介绍就到这边咯。哦，对了，忘记做个记录，大灯抛光到现在应该超过1个礼拜了。那这是一块干布，没有任何的蜡跟什么。然后我的车灯也没有洗，就一样，我的车子都一样，都丢在外面，风吹日晒，尤其今天又下过雨，那就来看看吧。这个亮度还 OK 吧？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，有一些龟裂的痕迹？这些裂痕，这样用指甲去刮，好像是在里面，我这样刮，外面没什么感觉，有没有？跟我抛光之前差很多。然后这个是已经经过1个礼拜的风吹日晒，还有这个亮度。好啦，补充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